林毅，不是医院不留你，今年编制紧缩，院里红头文件下来了，临床岗位优先考虑博士学历和海外留学背景。明白。啊，那行，你去科里办一下离职手续，下周1之前把宿舍腾出来。小林医生，没事吧？检测到宿主心神剧烈波动，条件达成。国医磁疗系统正在激活，进度100%，激活完成。李大爷，这2天阴雨天，您的后腰是不是总是发沉发凉？特别是早晨起来那会儿，僵得动不了。哟，神了！小林医生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这2天腰疼的都要断了，贴了膏药也不管用，正准备去挂个号呢。不用挂号，您这是空调吹多了，加上湿气重，回去弄2斤粗盐，炒热了装布袋里，每天早晚在后腰敷半小时，3天就好。炒粗盐，这么简单？行，我听你的。哟，稀客呀，不是走了吗？怎么舍不得我们的1日3餐？来了就站好，不管走不走，只要还穿着这身白大褂，就是医生。患者赵建国，乙肝后肝硬化失代长期，大量腹水。各位请看，患者今晨血常规显示白细胞12.5，体温37.8摄氏度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体内存在明显的细菌感染。从中医角度看，这就是典型的湿热蕴结，热毒内生。脉象滑数，手柴黄腻，确实是湿热之象。腹胀如鼓，这是湿热肝的气机阻滞。主任，我建议立刻调整方案。既然是湿热重症，就得重剂清热运势湿，用龙胆净海汤和头孢类抗生素双管齐下。虽猛了点儿，但也是急则治标。苏浅浅，去抓药。慢！林毅，你发什么疯？这是大茶房，张主任已经签字了，你一个离职人员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呼小叫？林毅，怎么回事？这方子不能开，这药只要灌下去，不出今晚，肯定出事。林毅，你在这个科室待了1年，正经的没学，就学会了诅咒病人，这是省里的重点课题病例，也是张主任亲自把关的方案。你一个编制都没混上，马上就要卷铺盖走人的本科生，凭什么在这里指手画脚？医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个小医生说我爸今晚会出事，是不是真的？家属别听他胡说，他已经被医院开除了，心里有气，在这里散布谣言报复单位。保安呢？把闲杂人等清出去。慢着，林毅，你说我的方子要出事，理由？主任别听他，让他说。大家都在看指标，白细胞高 ，C 反生蛋白高，发烧37度8，这是西医的感染，是炎症。从中医看，摄红脉数，面赤腹胀，这确实像极了湿热内蕴，热毒攻心。你也知道，那还废什么话？热毒不用清热药，难道还要用姜汤来清？那不是热，那是假象。如果是热毒内盛，热势应该弥漫全身。但你们摸摸他的脚，脚底板冰凉，冷气直透骨髓，这叫下针寒。再看他的脸，这红不是满面通红，而是只浮在颧骨这一点，像化了妆一样，这叫上假热。所谓的湿热，不过是体内肾阳衰竭到了极点，阴寒占据了5脏6腑，把仅剩的那一丝真阳逼得无处藏，只能浮跃到头背部和体表。主任，这根本不是湿热实症，这是带阳症，是阴盛格阳的危晃。主任，这小子就是在诡辩，他拿这种玄乎其虚的理论来否定客观检查结果，这是反科学。
如果我们现在停药，病人感染加重导致休克，这个责任谁负？想喝水吗？水，给他水。渴不欲饮，喜热苦寒，热在皮肤，寒在骨髓。主任，林毅同学基础不牢，但这份敢于质疑的初生牛犊之气确实该表扬。咱们科好久没见过这么有冲劲儿的实习生了。但临床不是儿戏，治病得讲科学，不是后背几句古书就能救人的。白细胞高到12.5，中性粒细胞比例爆表，指南上白纸黑字写着，这是严重感染。说得好哟，腹水这么多了，老张，这肚子再胀下去，膈肌都要顶破了。你们中医就是墨迹，几碗汤药能解决什么问题？罗主任，您来的正好，这有个危重病人，我们正按指南走程序，结果有人非要用传统中医理论来干扰治疗。你说这是带阳症，那你告诉我怎么治？罗主任既然来了，正好请教一个问题。根据 ASLD 最新指南，肝隐化湿带期患者凝血酶时间延超过3秒，血小板低于50，这时候做手术，术中大出血的致死率是多少？赵大爷现在的 PT 是18秒，血小板只有32。按照您的手术指征，上台就是大出血，下台就是太平间。请问罗主任，您是想救人，还是想增加一个手术失败指标？主任，您问怎么治？这时候要是用抗生素，甚至手术，那是加速死亡。唯有一条路，破格救心汤，重用附子，回阳救逆。附子要用多少？起手60克，先煎2小时，必须把麻味煮透。60克！药典规定附子最高剂量才15克，你是想毒死病人吗？张主任，这绝对不行，这是谋杀！那是死规矩。病人现在的脉象您摸到了吧？7指以上，数级无伦，看着是热极之脉，是吧？但您细摸着脉根。冰湖脉学里有一句吉生僻的注解：数脉举之福大，按之豁然而空，是为无根。这脉跳得越快，中间的空虚感就越强，就像是一个人跑得快要断气了，那是虚脱的前兆，不是强壮的表现。林毅，你刚才说60克？对，60克。还要加干姜60克，炙甘草60克，还要加麝香，开窍醒神。麝香医院药房没货。我有。主任，疯了，跟着一个实习生一起疯，这药要是吃死人，整个科室都得陪葬。主任，这不合规矩，这超剂量4倍了。去煎药，出了事我担着。还有你，别以为这就完了，这药怎么煎，你去盯着，煎糊了唯你是问。行。老张，你有种，我就在这儿等着，看看你们这碗回魂汤到底能不能把人救回来。等着看。林毅，60克附子真的没问题吗？药房的胡老给药的时候手都在抖。时间到了。药里有命，这碗下去，要么生，要么死，没有中间选项。刚好2个小时，我那边的查房结束了，特意赶回来看看结果。老张，你那学生该不会跑了吧？帮忙把病人扶起来。咽下去了吗？咽了。
谁是林毅？接到实名举报，有人在这里非法行医，给重症肝病患者服食毒性药物，这是严重违反医疗纪律的行为。谁给你们的胆子？葛科长，是我举报的。我知道林毅是我的同事，这时候站出来很伤感情。但作为医生明确规定，我父子的安全量上限是15克，但这碗药里整整用了60克，这是致死量的4倍。林毅，我知道今天人事科下了通知，没能留院对你打击很大。你想证明自己，想用奇迹翻盘，这种心情我能理解。但临床医学是严谨的科学，不是你发泄情绪的赌桌。什么？他被开除了？你是拿我爸撒气，拿我爸做实验？家属别激动，也许林毅也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，他毕竟只是个本科学历的认知可能稍微欠缺了一些。但请放心，既然医务科来了，就会公正处理。你放屁！林毅是为了救人，而且方子是……把人控制起来，不管动机是什么，违规就是违规。带走。慢着，葛科这方子是我让开的，字是我签的，药是我让煎的，也是我看着喂下去的。要抓我！老张，你玩真的？老张，你玩真的？主任，您别被他骗了，这药要是吃死人。爸，你怎么了？看到了吗？出事了！这是消化道大出血，父子中毒导致凝血血功能崩溃，这下证据确凿了。林毅，你杀人了！这就是证据，百由样变，典型的上消化道大出血。把人带走。你还敢撒野？是不是血？闻闻不就知道了。这就是血，这闭嘴！蠢货！这他喵是素碘，是寒鸡，这是老赵肚子里憋了半个月排不出去的阴寒毒素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颜色明明是……爸，你醒了。舒服，胸口那块大冰坨子化了，身上暖和了。哎呀，张主任，看来是一场误会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以毒攻毒，高，实在是高。既然治疗有效，那就是特事特办，这可是咱们中医药探索极危重症治疗的宝贵经验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删了！想造谣生事啊！我看你这个博士读傻了，连屎和血都分不清。哼，什么都要靠仪器，鼻子长着是出气的吗？谢谢医生，谢谢救命恩人。别，这是医生的本分，要谢就谢张主任，是他担着风险签的字。行了，别整那些虚的，后续还要调理脾胃、附子减量，加党参、黄芪。
主人高见。小子，有种！哼，这手回阳救袭有点意思，但我还是要说，这也就是运气好。这老头要是落在我手里，我有9种办法让他活，还不用喝那么难喝的毒药。以后少拿这种邪门歪道来吓唬人，心脏不好的容易被你吓死。收拾一下，来我办公室。林毅，开会，先复盘昨天的病例。患者赵建国，男，72岁，西医诊断肝硬化12颤期，合并感染，发热37.8。我知道，昨天很多人看到这些指标，第一反应就是抗生素就是清热野度。西医的数据是眼睛，病机室内的炎症是活的，这些指标是给我们参考的。但我们看病的时候，也不能少了中医的诊断标准。当西医的数据和中医的4诊出现矛盾时，该信谁？昨天我和在座的大多数人一样，差点就只相信了数据，只看到了表面的。如果昨天没有林毅那剂4逆汤，如果真按我的方子，或许闹龙草能降，但人也就没了。这次病例是对全科的警钟，更是对我的警钟。作为科主任还是主印医师，在关键时刻差点出现原则性误判。虽然最后被林毅更正了，但险些酿成大祸，攻守是攻。鉴于此，我向院里申请扣除我本人本月全部绩效奖金，并在科室晨会上做自我检讨。至于林毅，鉴于林毅在本次抢救中表现优异，经科室特批，林毅转为我的特别助理，协助管理住院部病床，享住院医师权限。另外，从本周起，林毅每周跟我去国医堂跟诊抄方。主任爱惜人才，想给年轻人机会，这心情我理解。但林毅毕竟刚毕业没多久，让他直接去国医堂跟诊，甚至还要分科的绩效，这恐怕难以服众吧？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医科的情况，全靠那点挂号金本来就少，拿大家的血汗钱去养一个还没长成的实习生，主任，这不太合适吧？周副主任这笔账算得很细，但眼光短了点，你只算到了支出的账，没算到风险的账，更没算到创收的账。先说风险，昨天那个病人，如果林毅没拦住，那一剂方子灌下去，弄不好是1级甲等医疗事故，一旦家属追究，走起法律程序来，咱们科室要承担多少赔偿责任？再说创收，周副主任，你是管业务的，你应该清楚，咱们科现在缺什么？缺病人吗？咱们市医院从来临床一线挂家老夜班，盯紧各位在京股共的保司姐，他病例虽然是实习的好，让藤司公指一道，写病例必应反中着数出来，这样在座的各位去钻研更深的课题，去接诊更多的门诊，这笔人力资源账难道不划算吗？既然主任是考虑为大家减负，那我没意见。主任，赵大爷的家属来了。在哪儿？林医生啊，我爸今天早上能喝粥了，还能下地了，多亏了您啊！要不是您，我们差点就……林医生，这锦旗您一定要收下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苏护士，哎，帮我把锦旗挂起来吧。主任，这锦旗挂哪儿合适呀？
就挂办公室正墙上，把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规章制度挪一挪，锦旗挂正中间，时刻提醒大家什么才是医生的本分。等等，你去走廊尽头那间小屋，那以前是我的老值班室，后来扩建了，就用来堆放科里这20几年的老病历和古籍资料。谢谢主任。还有，说一下你接下来的工作。第一，住院部那边的老病号，特别是那些病情反复的，归你管，你要把基础工作做细。第二，每周2、周4上午你不用管床，跟我去国医堂出诊，我负责问诊开方，你负责在旁边抄整理病案，顺便把病人的症状记录下来。明白，主任。护士，你们怎么搞的？我都排了1个小时了。快，停车，送急诊科。别动他，早晨就喝了你开的中药，喝完不到半个时就开始喘，然后就这样了。不可能，中药怎么可能引起这种急性的喉头水肿？别愣着了，这是过敏性休克的前兆，马上转急诊抢救室，推注10毫克地塞地丸，准备气管插管。好的。不能推激素。你说什么？这里是分诊台，不是你逞能的地方。你连处方全都没有，懂什么急救？我是不懂西医急救，但我懂什么是药毒。麻黄、辛温解表，常规用量3到9克。我看这一包里的分量起码有30克吧。那是为了发汗解表，重症重药，病人脉细如丝，这是典型的气血两虚。给油尽灯枯的人用虎狼之药发大汗，好像是给快烧干的油灯泼气，灯也炸了。现在他的心脏已经在超负荷运载，你这时候推激素，就是推他去死。让开！要是耽误了抢救，你负得起责吗？出了人命你赔命吗？不想让他死，就别动。让他试试。你疯了！他是实习生。喘上来了。苏浅浅在，去煎药室，取生甘草60克，绿豆120克，大火煮开10分钟，不要久煎，煮1碗绿豆汤水，马上端来。啊，绿豆汤。来了！妹妹，快喝！哥，我好像没事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行了，你要干什么？这里是医院，庸医！刚才还要给我妹推激素，你想害死她呀？我看你也别当医生了，趁早回家卖红薯吧。林神医，刚才多有得罪，大恩不言谢。以后您要是需要什么道地药材，只要您开口，我赵大龙上刀山下火海也给您弄来。好，我不客气。这哪里是资料室，这分明就是练功房。系统提示：发现特殊传承物品，物品名称：烧山火风村。融合，是否融合？虽然只是残片，倒霉，真是倒霉，喝凉水都塞牙。昨儿个夜班刚睡醒又被抓回来顶班，连着2个大夜班，生产季的驴也不敢这么使唤啊！林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昨晚不是王波夜班吗？下午接到住院总电话，说科里突发情况，让我今晚来顶个夜班。因病请假？什么因病？他就是故意的。林医生，你被坑了。今天是周2，咱们科著名的垃圾时间。那些难产的老病号家属刚走，病人情绪最不稳定，那几个刺头都在这层。住院总周立伟也是明知道你是新人，还把你往火坑里推。无妨，
正好清静。你心态真好。林毅啊，王伯身体抱恙，年轻人嘛，多承担一点是好事，也是为以后留院打基础。今晚辛苦你了。这几个病人的情况比较复杂，家属也难缠，尤其是18床。知道了。疼死我了！哪里疼？胃疼，钻心的疼啊！给我打止痛针吧，之前的医生都给我打的。大娘，您这疼是不是每次都在吃完晚饭后加重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那时候天黑了，病房里没人说话，我看您床头柜上摆着个相框，那是您孙子吧？长得挺精神，是在外地上学？是啊，在京城读大学呢，可出息了，就是忙，半年都没回来过了。京城好啊，我也在那儿待过。大娘，睡吧，明天让护士帮您给孙子打个视频电话。好孩子。温病调咽，湿热阻阻症治法。经方合用思路。虽尽人事，终无力回天，乃知医道无涯，吾辈渺小，汗甚，痛甚，以此为戒。主任的心结。这怎么回事？早，周总早。18床老太太夜间安睡7小时，未用止痛药，这怎么可能？心病怀需心药医，只要把肝气顺了，痛自然就止了。把手里的活放一放。主任，您怎么这么早？去更衣室换身干净衣服，把胡子刮了，精神点儿。是。主任，是有什么检查吗？今天周2，跟我去国医堂。是。这就是国医堂的底蕴吗？不用紧张，少说话，多看，多记就行。是。那是你的位置。请进。张主任，我又来了，这觉还是睡不着，安眠药我都吃到3片了，也就是眯瞪2个小时，醒了就心慌，想发火。林毅，如果你来治这种虚实杂杂的失眠，你会用酸枣枕汤还是黄连阿胶汤？都不用。小伙子，这2张方子我以前都吃过，张主任考你呢，你别乱说。老先生夜半早醒，醒后心烦，这是肝部藏魂；入睡困难热，这是心肾不和，水火未济。酸枣植汤虽能养肝血，但压不住这股心火；黄连阿胶汤能心火，却敛不住耗散的肝魂。单用一方，如隔靴心痒。学生以为，佐以酸柔克汤，知木引火归元阳，合用安神，如此腰背兼治。坐回去，记得肉桂后下。是。
现在后背疼，不对，又跑到腿上了，像有什么东西在肉里钻。老师，这位夫人面色透青黑，不似普通风邪。你的意思是？她张嘴时我注意到舌底，金筋、玉筋两穴附近络脉不是青色，是深紫色，怒张如蚯蚓。金龟小则云：舌下络脉紫黑怒张，内有肝血，或为虫毒所噬。常规封药辛温发散，若是虫毒，受热则狂躁，她才会越吃越疼。这不是痹症，是蛊。张嘴，舌头卷起来，顶住上颚，别动，别动。别动！张主任，这是什么？不是风湿，也不是神经痛，是虫积。以前常吃淡水鱼生。您怎么知道？上个月去顺德旅游吃过几次。鱼茎湿毒入络，幼虫极小，善于伪装，西医影像难查。这几副药驱虫杀毒，腹泻排出恶臭粘液，即为排毒。谢谢张主任，您真是活神仙。方子拿好。谢我不够，还得谢那个角落里的后生。若不是他眼尖看清舌底异常，这虫子怕是要藏一阵子。年轻人眼神好，心思细，替你们省了弯路。举手之劳，忌口，生冷腥膻一概不能碰。记住了，谢谢小医生。谢谢。眼力不错，以后舌诊你先看，看完报给我。是，老师。短金头发，看笑祖国，玉镯融情纱，空留一盏芽色的雨。倘若我心中的山水，你眼中都看到。有些人啊，真是会演。白天在主任面前装勤奋，晚上赖资料室不走，也不怕猝死。王博师兄，人家那叫笨鸟相先飞。飞什么？连正式编制都没有，装得像个老专家似的。哼。采竹回家，悠悠风来，买一粒松啊，一身袈裟，花香自放下。恭喜
喜宿主医道值突破上限 ，L 比1熟练度已满。系统升级成功。小林啊，怎么还在看书？这都几点了？外面雨大，赶紧回去，别把身体熬坏了。病机淡液，寒湿入骨，经络常年闭阻。陈大爷，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在冷冻厂干过很多年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这腰疼是老毛病，可从来没跟人提过我以前是冷库搬运工啊，那是好几十年前的事儿了。林医生，快来急诊，出事了！是赵大爷，16床赵大爷，他刚才一口血喷出，人快没了。家属带了一群人把急诊大厅堵了，说是我们治坏了人，要医院偿命。我马上到，我马上到。我爸送来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才过了1天就吐血，你们必须给我个说法。林毅，你自己看，药典规定不得超过15克，你开了整整60克，这就是典型的乌托碱中毒。刚才要是家属冲进来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是1级甲等医疗事故。寻柳溯源，开。苏浅浅在，去把家属叫进来。你疯了？这时候叫家属进来，嫌闹得不够大？医生，我爸怎么样了？认识这是什么吗？这是未消化的蟹黄，还有蟹壳碎片，生蟹极寒，又是9字，这一口下去，就像是往滚烫的油锅里泼了一盆冰水。我看爷爷想吃，他说嘴里没味儿，想吃口家乡味儿，我就偷偷带了1只，就1只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你们这是把医嘱当耳旁风吗？现在出了事还跑来闹医院，这要是真出了人命，你们这就是过失致死。行了，现在不是分责任的时候，救人要紧。林毅，既然是你发现的，你说怎么办？寒凝隔阳，气随血脱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温经止血，回阳固脱。文姐，借你的针一用，我要教引白血止血，针内关残息地，引气溃源。好，我来施针，你负责方药。生姜汁200毫升，温服，加皂心土60克，疏汤带水。许文，谢谢医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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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了，别硬撑了，今天这一手漂亮。要不是你发现那块蟹壳，这锅咱们科背定了。回去睡觉。对了，下午有个快递寄到科室了，指明给你的。快递？是个木箱子，死沉死沉的。哦。来来来，灌饼油条，趁热吃啊！家常加蛋，刷辣酱。好嘞，
医生刚下夜班吧？辛苦辛苦。风月化了一笑成原谅。小林，在不在家？这季度的房租该交了啊！再拖我可要挂网上了。王姨，医院还没发工资，再宽限2天，周一肯定给您转过去。身袈裟，把相思放下，是一道花，待嫁的年华，凤冠的珍珠，果然还是不行。头发，谈笑浮华，雨做浓情纱，空留一盏月色的影。赵大龙。你眼中都看到，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，怎知道浮生岁月如风月化了一笑尘缘。看来今天的次数到极限了。粉红霞，采竹回家，悠悠风来。林毅，是一道花，待嫁的年华，凤冠的珍珠，乱尽头发，谈笑浮光，雨做浓情纱，好真。倘若我所有的山水，你眼中都看到，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，怎知道浮生一片草，岁月虽如风，风月化了一笑尘缘。这丫头。半无粉红霞，采竹回家，悠悠风来，买一地丝麻。果然来了。一身袈裟，把相思放下。我一水，如水镜花，半无粉红霞，采竹回家，悠悠风来。来吧。一身袈裟，把相思放下。待嫁的年华，凤冠的珍珠，乱尽头发，谈笑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咱们就开始。昨晚急诊科赵大爷的病例，大家都听说了吧？林毅作为实习生，能在关键时刻发现乌头碱中毒的真相，挽救了患者生命。院里对这种敏锐的临床直觉是非常肯定的。不过，林毅毕竟还在轮转期，按照医院规定是没有独立处方权和处置权的。这在急诊工作中确实存在流程上的滞后。考虑到林毅同志展现出的特殊潜力，经科室研究决定，给予林毅急诊独立处置权试行资格。一份是授权书，一份是责任自负承诺书。特事特办嘛，权力下放了，责任自然也要明确。签了字以后，急诊你说了算，但出了任何医疗事故，科室不背书，个人承担全责。周副主任，您这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，让一刚刚科聘的新人签生死状，你也不怕传出去让人笑话咱们医院欺负小孩？林毅是我2组的人，他的处置权我来担保，字我来签。出了事，我许文把执业证拍桌子上赔给您，够不够？许医生，这是给年轻人的机会，你这样包办代替，不利于。只要是我的方子，责就该我担。周主任，
既然签了，那就开始病历讨论吧。你脖子是铁打的，回头再跟你算清楚。好，接下来进行病例讨论。王博，你先讲一下手里那个中风的案子。患者张某，男，62岁，脑梗死恢复期，右侧偏瘫2周，诊断为中风气虚血瘀症，治疗方案补阳还五汤加碘，重用生黄芪120克。林医生，刚才签字签的那么果断，想必是对自己的医术很有信心吧？既然科里破格给了你特权，不如给大伙儿露一手。不过这可是基于循证医学和 SI 数据的顶级方案，不知道你那套靠直觉和运气的野路子还能不能挑出毛病来。方案很完美，完全符合指南，逻辑闭环，无可挑剔。可惜并不适合这个病人。这一碗药下去，不出3天，病人必发狂电语，甚至诱发2次脑出血。胡说八道！气虚则血瘀，黄芪补气行血，这中医常识。你为了反驳我，连最基本的医理都不讲了。林毅，说话要讲依据。补阳还五汤治偏瘫，那是几百年的定论。你刚才连脉都没摸，凭什么推翻诊断？如果你给不出合理的解释，我会申请收回你刚才签的那份处置权。老人家几天没大便了7天。6腑以通为用，满肚子积滞，热结旁流，浊气已经冲到了嗓子眼儿。你还敢用120克黄芪去补？你是想把这些毒火彻底锁死在他身体里吗？连复诊都不做，就敢开大剂量的补药，王博，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可是，我看最新的指南上说，指南救不了命。主任，您开完会了，快，您请坐。尽信书不如无书，大石有雷状，误补则杀人。这是老祖宗几千年前就讲透的道理。林毅说的对，这就是阳明副食症。不用补阳还五汤，用大承气汤、芒芍、大黄，急下存阴。王博，这周的门诊停了，去住院部把所有病人的复诊重新做一遍，写份检查给我。周副主任，以后带年轻人搞学术是好事，但别搞这些花架子。中医的根在手上，不在 PPT 里。是不是觉得自己很风光，赢了博士生，打了副主任的脸？没有，只是不想病人出事。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不摸脉？为什么一眼就能断定是造史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运气好，看一眼就能蒙对？林毅，我告诉你，医术容不得半点赌博。如果刚才那个病人不是阳明腑绝症，你知道你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吗？那是严重的误诊。下次再让我看到你这种望而知之的投机取巧，不用周鹏动手，我亲自把你的处方全收回来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，文姐。这是我整理了10年的急诊脉案，里面有各种急腹症的鉴别要点，拿回去背。字写的那么丑，以后开方子别给我丢人。林医生，张主任叫你去一趟国医堂，那边来了个特殊病人，说要见你。现在主任，您找我。坐。还记得上个月治好的那个吃鱼生感染寄生虫的李太太吗？
她不仅自己好了，还把你传得神乎其甚，非要介绍她的闺蜜来找那个年轻小大夫。我拗不过，待会儿你在旁边看着，帮我参谋参谋。是，老师。张主任久仰，我是陈若兰。我闺蜜非要我来一趟，说您这里能解决别的医院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但我丑话说在前面，我很忙，我有3家公司要管，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。如果您也是那种只会让我多休息、喝水的医生，那我们可以省去彼此的时间。半年晕厥3次，每次都是毫无征兆的眼前一黑，失去知觉大概10秒钟。醒来后除了有点恶心，没有任何不适。西医把我的脑子和心脏切片扫描了一遍，告诉我没病，是我太焦虑了。我这辈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几千万的单子丢了我都不眨眼，我会焦虑到晕倒。张主任，我不信教，也不信什么玄学，我只信逻辑和数据。张嘴。对。脉弦滑，舌体胖大，舌苔白腻水滑。陈总，你的晕厥不是脑子的问题，也不是心脏的问题，是痰意凌心。痰？张主任，您在开玩笑吗？我从来不抽烟，不咳嗽，嗓子里干净得很，哪来的痰？中医的痰不单指呼吸道咳出来的分泌物，体内的津液代谢失常，停郁在体内。我不懂那些理论，就是他吧。既然您说我有痰，但我感觉不到，能不能让这位小医生也看看？既然陈总点了将，林毅，你就来看看。是，老师。得罪。陈总，您的手指冰凉，指甲色淡，还有，您说话时隐隐有一股焦苦味。如果我没猜错，您所谓的健康减肥，就是每天靠冰美式续命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当然，这只是推测，真正的证据在您的脉象里。水进去了，阳气化不开，变成一潭死水。这潭水平趴胃里不动，只有点胀，但当您情绪激动或劳累时，气机上逆，这潭水就像海啸一样冲上来，蒙蔽清窍。这就是您迷晕的真相，水气凌心。这怎么可能？就因为喝冰咖啡？为什么？这就是数据扫不出来的盲区，机器只能看到结果，中医看的是你如何活着。浅浅，去倒1大杯温盐水来，要浓一点。喝下去，然后用鸭舌棒探喉。既然是痰饮臀胃，那就把它吐出来。吐出来，您就知道是不是真的了。得罪了。这就是那3杯冰美式变的。张主任，这位小医生，我服了。你来交代医嘱。既生冷，既瓜果，既咖啡，这几样如果不断，神仙也救不了您。林医生，能不能加个微信？我那个圈子里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。谢谢林医生。那一手探图法用得不错，对付这种只信眼见为实的病人，就要用雷霆手段。都是老师教导有方。行了，别拍马屁了。别跑！站住！那是博医堂。把人抬到后面观察室，挂吊瓶，上绿豆甘草汤解毒，通知急诊科来抽血化验血铅浓度。老师，喝水。刚才看清了吗？看清了，
一共13针，起于人中，止至舌下，手法是泻多补少，以痛治狂，引热下行。这套针法也就是看着吓人。现在西医有镇定剂，一针下去人也就安静了，所以这门手艺真正用的时候不多。但是林毅，你要记住，药水能压住神经，但压不住那股乱窜的热毒。如果是西医治，这人就算救回来，脑子也烧坏了，这辈子可能就是个废人。但用针刺放血，是把毒逼出来。虽然手段看起来血腥原始，但这才是真正的救命，是保全他作为一个人的尊严。学生受教了。行了，你也累半天了，出去透口气吧，我想歇会儿。林医生，林医生，你快过来！怎么了？你火了？不是咱们国医堂火了。麻烦了。这种热毒对于正统医疗行业来说，绝不是什么好事。说说吧，市卫健委宣传处已经打电话来问责了。李院长，这事儿难办啊！现在的网友不讲理，他们只相信眼睛看到的恐怖画面。我的建议是丢车保帅，那个林毅本身就是新人，发个通告停职处理。丢车保帅？周鹏，你是大夫还是公关经理？让我问你，昨天那场急救，我们治死人了吗？那倒没有，病人生命体征平稳。既然人救活了，我们何错之有？为什么要认错？鬼门13针守在于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药方，这是正儿八经的急救绝技。如果看病救人是靠网友投票决定的，那要我们这些干了几十年的老头子干什么？张主任，话是这么说，但行政上没什么但是。中医科没有汽车保烧的规矩，处分他，我第一个不签字。警告：检测照宿主遭遇大规模恶意舆情攻击，全网证明，公治民望挑战下，用无可辩驳的硬核医术击碎质疑。来吧。科学锤哥，明天见。力度偏差，热感未生成。恭喜宿主顿悟成功，烧山火熟练率提升至熟练。家人们，我现在就在事发医院门口，那个搞巫术的医生今天肯定不敢走正门，大家点点关注。那是他吗？就是他！快围住他！林医生是吧？请问你对昨天驱魔的事情怎么解释？装什么装？心虚了吧？现在的年轻人啊，还是太浮躁。王博，把你刚才看到的那些评论给大家念念，让我们都清醒清醒。什么狗屁国医堂，就是骗子窝！建议严查那个年轻医生。林毅啊，从今天起暂停你在国医堂和门诊的一切辅助工作。跟我走，急诊那边的会诊，病人情况很怪，西医那边查不出原因。徐文，你在胡闹什么？林毅已经被停职了。周总，你是官当久了，脑子也生锈了吗？躺在急诊抢救室里的是一个7岁的孩子，高热惊厥，浑身抽搐，镇定剂推了2次都没用。王博，这种只会背指南，离了话语边就不会看病的精英，去了能干什么？给孩子念论文降温吗？体温多少？来之前测的40.2度，四肢归冷，面色青紫。真寒纳热，走吧。林毅，你敢踏出这个门一步，后果自负。救人要紧。有点意思，这脾气倒是像那个人。我是陈若兰，我刚看到了新闻，我已经让法务部去取证了。我不允许我的救命恩人被一群蠢货污蔑。你在医院安心治病，剩下的事
我来处理。1楼到了。冰毯铺好了吗？立刻物理降温，酒精擦浴，快！不能降温。你是谁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中医科，林毅。这孩子高热惊转，你不让降温，你是想让他烧成傻子？给我上冰帽！我看谁敢！摸。冰的。体表高热40度，四肢冷过尸体，这是真心麻热，冰袋下去，当场心衰。那也要先降温止惊，指南上。指南救不了命。该死！文姐，你的手。抬他的时候扭了，必须马上引火归元，但这手拿不住针。你会针灸吗？医生，求求你们救救孩子，他都不动了。会一点。你要干什么？这是急诊抢救室，你有职业证吗？这不合规矩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再过5分钟，这孩子就会发生不可逆的心源性休克，到时候你可以抱着你的规矩给他写死亡证明。这手法，热了，稳住了，心率降下来了。神了！再测体温。刚才那针法叫什么？38.5摄氏度。在一本旧书上看到的残篇，叫烧山火。瞎练了几天，第一次试。家人们，工业级红外热性相仪，明天我把那个发工医生的底裤都扒下来，温度说话。
家人们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之前那家搞驱魔的医院。这位大叔叫赵铁入，矿工，井下30年，找了无数中医，越治越废，现在连低头吃饭都做不到。今天我就要让这里的神医出来走2步。这中医到底行不行啊？又有好戏看了！你这是扰乱医疗秩序，信不信我马上报警？嘿嘿，报啊！帽子叔叔来了，我也要说。这位赵大叔被中医骗了10年，今天就是来讨说法的。这病人什么情况？老师，看起来像晚期僵直性骨髓炎，脊柱逐节让改变，关节间隙估计完全融合了，不死的脉症固化程度神仙难救，这是个死局。来了，那个驱魔的小白脸来了！林医生，之前你那手隔空地针火遍全网啊！这位大叔10年顽疾，全身僵硬如铁，只要你能让他当场弯个腰或者转个头，我贺惊雷当场磕头认错。但如果你治不好，你就对着镜头承认中医是伪科学，你是骗子。粉红霞，采竹回家，悠悠风来，白云对色马，一身袈裟，把相思放下。这里是医院，不是你的秀场，你是不是傻？这病人一看就是颈趾晚期，骨桥都形成了，神仙难救，这是个死局。你要是接了，治不好，咱们中医科的名声就全完了。各位，医疗是非常严肃的科学，不是用来打赌表演的。这位患者的情况属于世界级医学难题，中医需要长期调理，不可能立竿见影。这种挑战是对医学规律的亵渎，恕我们不能接受。哈，说的好听，什么严肃科学？我看你们就是心虚。刚才林医生出来的时候，眼神挺有自信的嘛，怎么被领导一句话就吓回去了？看来这中医科是只要面子，不要病人啊！保安，把人请出去！周主任，别赶人。你疯了，这是个死局。他很疼，不管是不是网红带来的道具，他首先是个病人。现在的舆论环境，把他赶出去，见死不救的帽子咱们就戴稳了。而且详之用针灸缓解疼痛，改善僵直，有临床依据。只是扎针风险可控，治好了是本事，治不好世界级难题，没人能怪咱们。行，那你上手，机灵点。要验证是吧？我可以接诊，但丑话说在前面。这位患者病程10年以上，关节粘连严重。我是医生，不是神仙，不能保证让他立马像正常人一样活蹦乱跳。家人们听听，这就开始找补了。但我可以用针灸帮他疏通经络，缓解疼痛，改善关节活动度。你不是带了热成像仪吗？如果我的针法有效，局部的气血循环会立刻改善，体温会升高，僵硬的肌肉会松弛。这一点机器骗不了人，我们就测这个。好，既然你不见棺材不落泪，那就测。兄弟们，上装备！工业级红外热成像仪，精度0.01度。林医生，请吧。哇，这怎么可能？太可怕了！解开上衣，露出后背。这背比停尸房的铁床还凉。大叔，你在井下干活的时候，是不是经常涉水？我在地下冷库一样的墙道里泡在水里干了20年，有时候水深过膝盖，
有时候到腰。20年，这不是普通的强直，这是寒冰入骨，你的骨髓里藏着一座冰窖。少废话，林医生，我是来看你治病的，不是来听你做背调的。谁不知道矿工环境差？赶紧展示你的神术！林医生，这里是三甲医院，不是天桥底下的评书场。从网相学上看，这就是典型的蒋介石骨节炎晚期，竹节样改变，韧带构化，骨头长在一起了，这是不可逆的物理结构改变。听听家人们，听听，连你们自己科室的医都承认这是不可逆的绝症，这不就是作秀吗？我只针对个案讨论，请不要上升到学科攻击。少废话！林神医，你的同事已经给你判了死刑了，骨头都长死了，你还怎么治？难道你能用那2根针把长在一起的骨头给撬开吗？浅浅，去准备艾绒，要3年的陈艾，再切几片生姜，厚度5分。好，我慢着，你是想用火烤子吗？你要验证的该在皮肤上烤，热成像仪肯定会变红啊，这叫物理热传导。你懂不懂啊？艾灸是温通经络，又不是单纯的烤火。结果是一样的，只要有外部热源，这就是作弊。如果不用艾灸，你们是不是就没话说了？当然。只要你借助任何外部热源，哪怕你用搓的，只要你能让他背上那块深蓝色变红，我就服你。好，不用艾油了。啊？可是这病人寒气这么重，光靠针。贺廷雷让的镜头跟紧了。王博，看好了，什么叫不可逆？第一针，破冰，沉默中，长针已刺入2寸。文姐，林医生流鼻血了。他是在找路，在那堆长死的骨头里找路。林神医，这都扎了半天了，除了让病人疼得发抖，我看不到任何效果啊。老师，准备麻醉科会诊吧，我有预感要出医疗事故。寒气不出，阳气不入，感受一下。怎么了？是不是疼得受不了了？大叔，疼就说出来，咱们现在就即停。不是，凉，好凉，有风，有冷风顺着针眼往外冒，像打开了冰箱门。装神弄鬼，什么冷风冒出来？这就是神经受刺激产生的错觉。林医生，你还要演到什么时候？看好了，这就是你们吹的中医，扎个针把自己扎得快晕过去了，结果这破仪器连个红点都没有，浪费大家时间。兄弟们，看来今天咱们是白跑一趟了，什么针灸，什么烧山火，全是骗。机器坏了，这不可能！好舒服啊，好温暖，我感觉有一团火在腰里烧，烧到腿了，烧到脚后跟了。这是气滞病所，热感传导。这是作弊，这肯定是作弊！乱动会泄气。我的天，这温度，这怎么可能？温度已经超过了40度，这简直是奇迹啊！舒服，太舒服了。林医生，你没事吧？现在试试弯腰，那个死一般了20年的脊背开始缓缓弯曲，1度、10度。我按下去了，我能动了，俺能动了。我便已不以烟花祈祷，怎知道浮生一片草，岁月虽如气滞病所，针下生热，书上记载的烧山火极境，热流如水，周流全身。我以为那是古人夸大其词，没想到真有其事。这不科学，韧带怎么可能在几分钟内松紧？这是违背生物力学的。3，俺觉得身上轻了，不疼了，真的不冷了。神医，活菩萨！不能跪，我们可不兴这个。贺先生，你要的物理热传导，你要的双盲实验对照补，你要的数据都在这里。现在告诉我，这是作弊吗？这是玄学吗？这是骗术吗？
看几本古书就悟到了，骗鬼呢？原来是带一头狮，什么草根逆袭，不过是这帮大佬联手演的一出戏罢了。林毅，咱们走着瞧，假的真不了，只要是镀金，就总有掉色的一天。哎，林医生，林医生，你怎么样？快叫医生！醒了。文姐，躺着。这种强度的烧山火，连省中医院的老专家都不敢这么玩。你一个实习生，真当自己的精气神是无限续航的？当时情况紧急，如果不一次性冲开督脉……闭嘴！下次再敢把自己咬得鼻血横流，我就把你踢出二组。我要的是能干活的医生，不是需要我抢救的烈士。林医生，你醒了？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文姐，你看热搜，你看热搜。好消息是，那个科学锤哥贺金社的账号没了，平台判定他恶意引战，传播虚假信息，封禁30天。评论区应该很热闹吧？这帮人是不是瞎？当时那么多人看着。不用理会，医术是用来治病的，不是用来在网上吵架的。赵铁柱能直起腰，比1万句辩解都管用。对，林毅确实是我们科室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。那哪里是阻拦啊？那是为了严谨嘛，也是为了考验年轻人的抗压能力。王博啊，你也别在那儿杵着了，去病房看看张铁仲的情况，把数据整理一下，我要写篇报道。好的，老师。哎，那就是那个博士吧？对，就是他说人家赵大叔骨头长死了，一辈子好不了。林医生，身体怎么样？听说你为了治那个矿工晕倒了。小事一桩，我公司的法务最近正好闲着，顺手发了几百封律师函。那些网红就是欺软怕硬，不用在意。我不信气功，也不信什么玄学。从解剖学角度，这不合理。韧带钙化是钙盐沉积，就像水泥凝固。你告诉我，这违反了热力定律和生物力学。罗主任，您把它看作水泥，所以觉得不可逆，但在我眼里，那是高压状态下的深层筋膜粘连。烧山火的核心机制是通过极高频率的机械刺激，引发局部微血环在短时间内爆发性扩张，大量的血液冲刷带走了沉积多年的寒湿。您可以理解为，我用一根针给它的深层肌肉群做了一次微创松解术。微创松解术，哼，你这一根针顶得上我3个小时的手术。虽然我还是觉得有点玄乎，但手术刀做不到的事，你做到了。普外科经常有术后长胧堵的病人，以后要是碰上搞不定的，我会请你会诊。
你们先出去，把门带上。林毅，你等一下。那天的烧山火透骨生热，气滞病所。我在京城见过皇甫家的老太爷，那也得用力10分钟才能见效，这绝对不是瞎练能练出来的。跟我交个底，你到底是哪家的传人？老师，爷爷去世前确实留给了我几本手抄本，书都被3代下一些经络图和刑针的手法涂涂。我那时候小，不懂什么医理，就当画书看。后来上了医学院，没事就拿着针在自己身上比划。那天情况紧急，我脑子里全是那些图，那一针扎下去，纯粹是运气，我自己也不知道那是烧山火。光靠几张残图就能悟出透骨真意，你身上有股劲儿，我很喜欢。那是医者的脊梁，是为了救人，哪怕天王老子来了，这针也得扎下去，这才是中医。身世清白好啊！老师教诲，学生记住了。以后别坐墙角的小板凳了，坐那儿。有些复诊的老病后，你可以先帮我把把脉。谢谢老师。对了，下周5是我生日，在家里摆几桌家宴，你也来认认门儿。好的，老师，我一定到。哎呦，林医生，忙完了，这是下个月的排班表。我想着你刚大病初愈，夜班给你少排了几个。你看，周3和周5都是行政班。朱院总看着安排就行，我没啥事儿。进入意识空间。第1000次练习开始。检测到宿主真意波动，隐藏副本触发，古战场军医营残缺版。这是哪里？郎中，这3个是赤猴兄弟，中了金狗的埋伏。天亮前要是救不活，老子砍了你几起！粗铁针、劣质料酒，就只有这些。没药，什么都没有。烧山火能回阳救逆，以针代药。关元穴，关元穴是回阳救急的药穴。小魏，重置。郎中，郎中，神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神了！没事。这种特训
虽然要命，但是真管用。我就问你能不能收？什么叫没床位？没床位就在走廊家。这病人是急性下臂心梗并发脑梗，转院，你让他死在救护车上吗？徐医生，真不是我们不想收，心电图 ST 段抬高，还有脑梗塞症 ，ICU 满员，导管室在抢救车祸伤员。能不能先在急诊留观室处理？不行，留观室没有呼吸机，万一识破就是医疗事故。唯一的办法是马上转院去2附院。文姐，叫救护车吧。2附院的绿色通道我来联系，我有个同学在那边急诊。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护着他这一口气，平平安安的送上救护车。好，你联系，我去准备转运呼吸球器和除颤仪。喂，老张，是我林毅。大爷，您撑住，2附院就在前面，到了就好了。走吧。这就是医生，有时候拼全力，也只能做到转院这2个字。刚才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在旁边提醒，我可能还在跟急诊科吵架，耽误了转运时间。尽人事，听天命。行了，别装深沉了，收拾一下心情，还有一堆查房等着我们呢。走，回科室，别迟到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手中的针才更需要变得锋利。大爷，还是老毛病，阳气不足，运化无力。之前的方子微调2味药，去栀子，加干姜3钱，附子1钱，温中四寒。小林大夫，我也没啥好谢的，自家院里结的，没打药。你看你忙了一上午都没喝口水，拿着垫垫。林医生，多吃点肉。我看你这2天脸色不太好，像是熬了大夜似的。今天这天真怪，气压这么低。全院广播，启动1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。江州化工厂发生大规模有毒气体泄漏，首批50名伤员正在送达。浅浅，带上急救包和针盒去急诊。我也没床位，把3病区清障的全劝出院。走廊加壮，把呼吸机都给我推到楼下去，快！这次是硬仗，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，到了下面，只要能救人，都得给我顶上。快走，离！老张，这他妈到底是什么毒气？氨球吡上了，解磷素也上了，没用。很多人血氧掉得太快，呼吸机不够用。麦华树有力，舌苔黄腻，面赤气粗，是热毒攻心，湿浊蒙蔽清窍。周鹏，你去协调药房，大量熬制绿豆甘草汤，加板蓝根、连翘。轻症患者全部借肠排毒。许文，你带2组去红区帮忙插管。是。不行，咬哥痉挛太厉害了，肌松药呢？快推肌松药！插。驾车学姐姐，亏你想得出来。
医生，这是厂里的总工程师，只有他知道泄漏的到底是什么气体配方，必须救活他，不然这100多工人都得死。充电200焦2，准备除罩，所有人闪开。心电图直线超过5分钟，瞳孔散大，心源性猝死，大脑已经不可逆损伤。同志，请节哀，我们人手不够，不能在一个死人身上浪费时间。林毅，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，这是尸体。罗主任，我想再试一次。怎么试？起死回生？他可能还没死透，深度假死状态。我想用强刺激的针法，我立刻走人。1分钟，如果不成，马上滚去红区帮忙。好。徐姐，帮忙处理一下衣物。九尾穴。时间到了，放弃吧。行啊，给我行！有心跳了，有呼吸了，自主呼吸恢复。心跳回来了，肾上腺素0.5开静推，多巴胺双管泵入，准备气管插管，别发愣，心跳干，随时可能再停。林医生，没事吧？罗主任，监测体温，他在发高热。废话，缺氧这么久，中枢性高热是必然的。小张，上冰毯。不行，冰毯没用，这不是普通中枢热，是毒气攻心引发的内火，毛孔闭死了，冰毯只会把热量封在骨头里。林大夫，咱们是医生，不是算命的。急诊指南复苏后高热首选亚第一治疗。病人抽搐了，按住他！冰毯开最大度，再推一支地西胺。没用的，他在燃烧最后的元气，不泄热，1分钟内必脑死亡。那你说是怎么回事？所有手段都上了，你说怎么办？让开！大热身服，阳气暴涨，这是要炸呀！若是你，怎么治？热毒入阴，寒包火，唯有透天凉可解。眼力不错，可惜这针法失传已久，我只练成了6成火候，今天只能搏一把了。林毅，给我按住他的肩经穴。是。这药。6阴术。6阴术。我就说没用。咦，真饼起雾了。林毅，剑手，老师交给我。成了！好小子，悟性比我强。是老师教的好。化学性肺损伤已经形成，毒气腐蚀呼吸道黏膜，大量渗出物堵塞气道，不解决通气问题，他会因呼吸衰竭而死。深度吸痰，负压200毫米。是，吸不出来，
管子下不去，支气管痉挛太严重，里面的东西很硬，不像是普通体液，倒像是胶水。加大负压，换更细的管子。停！再捅下去，黏膜破裂出血，血块凝结，堵得更死。那怎么办？张主任，我知道你针法厉害，但现在是气道物理堵塞，那是一坨实在在的东西堵在肺里。准备支气管镜，床婆灌洗。罗主任，等等，吸不出来的，那个位置太深，痰液已经焦化，支气管镜下去也只能看到，很难吸动。灌里更不行，水进去胶冻状物遇水膨胀，会把气道彻底封死。那你有什么办法？化开它，震出来，可能会有点疼，忍着点。徐姐，帮我把病人翻身，侧倒位，右侧向上。丰隆穴，咳出来。这是在拍背排痰，也太原始了吧！颗粒振动排肺肌频率每分钟3000次。第7章。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！这是蛋白凝挂物，吸痰管确实吸不动这个。老师，我要拿去做病理切片，如果能分析出这个痰碟的成分，就能知道毒气破坏了肺部哪一种蛋白酶，这很有可能是新型毒气解毒的关键。林毅，你怎么了？医生，14床吐了，全是黑水。21床也是，这边的病人开始抽搐了。汇报生命体征：血压80温50，心率130，血氧92%下降中。阿托品已经用到极量，但症状还在反弹。不行啊，主任，心率130了，再推阿品就是当场心衰，我们没手段了。毒素反弹，再拖半小时就是多气衰竭。中医还有没有办法？只要能排毒，什么招都行。脉沉实有力，舌苔黄燥起刺，热毒入腑，死结在肠道里了，得排毒。大承气汤加紧，急间灌产。开方：生大黄15克，麻宣。老师，我觉得15克不够，15克已是药典规定的上限了。那是常态下的上限。现在是群体性重度中毒，毒气攻心的速度是平时的10倍，15克下去，药力还没到，人先没了。必须用30克，后下用通理攻下的雷霆手段，强行把肠道里的毒素像洪水一样冲出来。30克，主任，这可是超幽咽剂量的2倍。这些病人全是应激性溃疡高危群体，肠皮薄得像纸一样，万一消化道大穿孔或者低血容量休克，救人是情怀，违规是红线。你有几成把握？如果不排毒，死亡率100%。用了重剂，或许有3成机会肠穿孔，但有7成机会活下来。这是在抢命，不是在考试。周鹏，记录：患者毒身病重，常规剂量无效，经科室危重病例讨论，决定行破格救心之法。处方：大承气汤，生大黄了30克，医嘱签字。去煎药。好，我去煎药。准备好神经脉置管和升压药，万一病人腹泻脱水，立刻全速补血。小子，希望你的判断是对的，否则今晚都得写检查写到手断。药来了，快，能喝的自己喝，昏迷的下鼻输管灌进去。嘘，你开什么国际玩笑？这种事儿哪轮得到我？张主任，那可是咱们中医科的金字招牌。林医生，葛处长让你去一趟医务处。好的。医务处，葛处长，林医生，没事，我去就来。
坐。这是上周五急诊科递上来的情况说明，关于实习医生林毅在未取得执业资格的情况下，擅自进行有创操作和处方建议的调查报告。但是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结果导向，人救活了，市领导表扬了，这就是功，功过相抵，这事儿翻篇了。不过林毅，这种走钢丝的事儿没有下一次，行政这碗饭不好吃，别总给我惹麻烦。谢谢葛处长。去吧，好好考你的试，拿了证才有机会转正。明白，谢谢葛处长提点。必须拿到证。林医生，喝口咖啡提提神。咱们2组就你还没考证，一定要争气啊！知道了，许组长都没你啰嗦。出了！林医生，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出了，480，全市第2名，太厉害了，林医生！听说今年的题特别难。还行，挺不容易的。哎呀，我想起我那年考的时候，好像是500分出头，那时候市里还专门发了个状元证书。林毅啊，这理论基础还是要打牢，临床上的那些偏方运气，偶尔能蒙对1次2次，但医学是科学，讲究的是大数据和局正，光靠手感上限不高的。王医生说的对，拥有处方权的我，会继续努力的。哼，有些东西不是靠装就能装出来的。林医生，恭喜拿证啊！这是新的排班，经科务会讨论决定的。109诊室，周总，109不是备用诊室吗？哎呀，这也没办法嘛，你也知道，咱们1楼东促那几个好诊室102、103，这周开始集中搞墙面翻新和线路改造，暂时封了。现在门诊资源紧缺得很，别说林毅了，老李周一和周四也得搬到109去挤一挤。林老弟，你是咱们科的红人，又是李院长看中的人才，我想你也肯定能体谅科里的难处。没关系，我觉得挺好，咱们克服一下，等装修好了，我立马给你调个朝南的大诊室。真是的，这也太敷衍了。虽然是临时的，但好歹给人收拾一下啊。环境不治病，医生才治病。动动手吧。爷爷，我坐上了。按时吃药，下周复查。这么年轻，肯定是实习生练手的。这地儿以前不是仓库吧？晦气，不看。怎么一个都没有啊？那个大夫，这儿是看中医的不？是的，大娘，请进。大娘，您哪儿不舒服啊？大夫，我这胸口堵得慌，能不能给顺顺气？有时候憋得我想撞墙。来，大娘，我先给您摸摸脉。您的身体情况我已经基本了解了，大娘，
您是不是总觉得喉咙里有块东西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，吃饭喝水都不挡道，但就是平时难受，尤其是一到阴天或者是生了气的时候，那东西就堵得更厉害。对，神了，就是这感觉。哎呀妈呀，这就跟在喉咙里长了个肉梨子似的。大夫，你是不知道啊，之前我去心neu科，医生非说我是冠心病，做了造影也没堵，后来又说是食维炎，做泪镜也没事儿，光检查费就花了我3000多，我都以为我是得了什么查不出来的绝症了。不是绝症，也不是食管长了东西。中医叫没湿气，这是气堵住了，裹着无形的痰结在这儿了。机器照的是有形的东西，但这股气是无形的，所以西医查不出来，能治。那能治不？能治。先开3副，吃3天。大夫，这得多少钱啊？我要不要去取点钱？一共36块5毛。大夫，你是不是算错了？3副药才30多。以前我那老家诊所开1副药都得100多呢，你这……大娘，没错，就这个价。这几味都是普通药材，不贵的。小林大夫，这能行吗？我看人家开方子都是一大张纸，还要加什么党参、当归、虫草之类的。我这身体虚，折腾半年了，不用补吗？你这怎么像做菜似的？还有生姜、苏叶。大娘，这治病不是买菜，不是越贵越好。您现在不是虚，是堵。您看那个墙角的下水道，如果堵了垃圾，水下不去，这时候您是往里填水泥好，还是拿钻头通一通好？那肯定得通啊，填水泥不就堵死了吗？对喽，补药就是那水泥。您舌苔这么厚，体内全是湿气，这时候吃人参鹿茸就像是填水泥，越补越差，越补越堵。这几味药虽然便宜，半夏化痰，厚朴下气，苏叶残结，它们就像疏通的痰化了，路通了，您自然就舒服了。治病在对症，不在贵贱。行，那就信你一回。要是好了，大娘给你送自家鸡下的蛋。看到没？这就是低年资医生的通病，理论脱离实际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守着这种4平8稳的小方子？病人是多系统病变，这种方子治不好也吃不坏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穷人思维很难给科室创收的。我们是3甲医院，要讲究综合治疗效益，光靠这点药费，连水电费都不够。林医生，那个王博太过分了，他说你这是穷人思维，说你不会给科室创收，而且这方子确实太便宜了，咱们科室有绩效考核的，要是月朵里流水不够，你要被扣奖金的。我是医生，不是药贩子，对症下药，该多少就是多少。如果为了绩效去过度医疗，给那些本来就没钱的患者开一堆没用的检查和补药，那才是真的穷。人穷可以再赚，心穷就没救了。煎药前要用清水浸泡，先放半夏、护朴，最后放苏叶，苏叶后下，香气才不会散。好了，药煎好了。风滚的珍珠，暖进头发。哎呀，通了，真通了，神了！这小林大夫真是神了！明天就去给小林大夫送鸡蛋。怎知道浮生一片草，岁月虽如风月花了一地，粉红霞，采竹回家，悠悠送来满意的桑麻，一身袈裟，那相思放下，是桃花。下一位。王总，请进。
长老，久仰大名，这半个月为了挂您的号，我可是托了不少关系。长老，咱们效率高点，我这身体情况我都记录下来了，还有我在哈佛医学院做的全套体检报告，包括皮质虫水平和微量元素分析和这些数据，我很确定我是典型的心肾不通。我在网上查了，那个天王补心丹非常对症，我想让您给我开实货。另外，我觉得我最近精力跟不上，是不是气虚？您看能不能方子里加点野山参？我不差钱，要最好的。采竹回家，悠悠风来，买一地松啊，一身袈裟，把箱子放下。王总，您这药不能乱吃。哼，你是王总，您这药不能乱吃。哼，你是？我是张老的助手林毅。从中医角度看，心肾不调的脉象应该是细数无力，但您刚才进门时步领沉重，说话声高气粗，加上您面色红赤，这明显是实症。如果这时候吃人参，年轻人，我在美国做体检的时候，你还在读小学吧？我的身体数据都在这儿摆着，这些仪器不比你这3根指头准。张老，这就是国医堂的规矩，助手也能随便插嘴。王总，别急，年轻人说话直，您多包涵。不过您刚才说的那个心肾不和，确实用得很专业。哼，那是，我也算是半个专家了。为了这身体，我没少下功夫。王总，既然您是懂行的，那咱们就聊点深度的。您是做大企业管理的，我想请教一个公司里，如果您的部在一气就在，老生产部主管打起来了，导致整个公司业绩下滑，人心惶惶，还是应该先搞内部整顿，让他消火，把这个乱劲儿理顺呢？肯定得先整顿啊！发奖那不是助长歪风邪气吗？那公司不就炸锅了？对喽，王总，您现在的身体就是这家管理混乱的公司。您觉得是心肾不和，那是表象，实际上是您的肝经理中医讲肝主疏泄，因为长期压力大，脾气太暴躁了。这个肝经理一发火，只把那肺主管给欺负了，这就叫木火行金。您最近是不是总觉得胸胁胀痛？而且一旦生气，这咳嗽就更厉害，一发火就咳嗽。神了，张老，您怎么知道我一发火咳嗽？这就是内部管理出了问题。这时候您要是按您的想法，吃人参，吃补药，那就是在给那个正在发飙的肝经理发奖金。您说这火气是不是得冲到天上去？张老，您这么一说我就懂了，太精辟了，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！幸亏刚才那个小大夫拦了我一句，不然我要是真吃了人参，这公司还真得炸了。小大夫，刚才对不住了，您那一眼救了我半条命。王总言重了，职责所在。张老，那您说这内部整顿该怎么搞？我听您的。林毅，开方。老师，我觉得应该用丹栀逍遥檀加减，牡丹皮10克，栀子10克，柴胡12克，白芍15克，当归12克，茯苓16克，薄荷6克。王总，这叫丹栀逍遥散，这是专门给您那位肝智力降火气的清凉饮料。除了吃药，医嘱还有一条，学会放权。公司离了您塌不了，但您这身体要是塌了，公司可就是别人的了。受教了，张老，您治的不光是病，还是心啊！也谢谢小林大夫，刚才多有冒犯，对不住。王总客气了，医者父母心，应该的。林毅，师傅，看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我刚才太急了，只想着用专业知识去压倒他的错误认知。但病人来医院，带的不光是病，还有情绪、成见和恐惧。如果只看病不看人，这病治不好。你的基本功很扎实，但医生这行，方子只能治身，言语才能治心。特别是咱们中医，信则灵，不信则灵。这不是迷信，是契机。病人信你，契机就顺，药力就能达；病人防着你，契机逆乱，
你就是给他吃仙丹，他也觉得是毒药。医者仁心，化疗为引。你得学会在3句话之内把病人的心拿住，这就是化疗。技术决定下限，沟通决定上限。大爷，您这头晕必须做核磁共振。光靠把脉看不出脑血管有没有堵塞，我这是对您的生命负责。林医生，中午要不要也给你订一份饭？不用了，我中午自己去食堂吃。大爷，您这头晕必须做核磁共振。林大夫，哎呀，林大夫，林大夫，神了，真神了！我这半年来，喉咙里总觉得堵着块烂棉花，吐不出，咽不下，去了3家医院，做了4次后颈，那是遭老罪了，钱花了1万多，屁用没有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全好了，就您前天给我开的那几包药，一共才30块钱。我回去熬了一顿，喝下去不到半小时就排气了。昨晚我一口气睡了8个小时，连梦都没做。这大夫这么神，反正那边还得排2小时。小伙子，我也挂个号，你能看头晕吗？大爷，您坐。是哪种头晕？像坐船一样，尤其是一躺下或者翻身的时候，天旋地转。对对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之前那个大夫非说我是颈椎病或者是脑供血不足，让我拍片子。颈椎倒是也有这个可能，但是还得先辩证一下。您先把舌头伸出来看一下。大爷，您这不是脑子的问题，也不是颈椎的问题。那是啥问题？是肚子里脏了。脏了？就好比下水道堵了，脏东西排不出去，发酵成了母气，这股买气往上冲，蒙住了您的清窍，就像大雾天开车看不清路，自然就晕。那要拍片子吗？不用，半夏白煮天麻汤加减，就把这下水道通了，雾气散了，天自然就晴了。一共7剂，回去忌生冷油腻。大爷，这一周大概70多块钱。70都不够我之前做个 CT 的零头。老王啊，别排了，我看这小大夫也挺靠谱，说的全是人话，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名词。大夫，我最近半夜老是咳嗽。大夫，我这胃疼老不好。一个一个来，大家排好队。大家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林医生，您可真是神医呀！愚昧，切脉在神也有误差的时候，不看数据和影像就是在赌。那个什么痰浊中子没有多布勒血流酮支持，谁知道是不是微酸子脱落？万一漏诊了脑梗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下一个。慢走，注意忌口。这么快就6点了。林医生，你不说今晚要去主任家吗？你就穿这个？干净就行。礼物买了吗？还没，来不及去商场了。我在门口超市随便买点。小伙子，送长辈啊！这款脑白金现在搞活动，买2送1，特别划算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可以了。这地儿得好几万一平吧？不知道，
我是来吃饭的。走。哦，是小林医生吧？快请进，张老在楼上书房，客人都在客厅呢。谢谢刘阿姨。小林医生，东西给我吧，您先去客厅坐会儿，我去倒茶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哦，对，医保控费这块儿，这次省里的重点学科评粉指标卡得很紧。不过既然刘婷松了口，这事儿大概率能成。那是，有王院长运作，还能有什么问题？是张老，看您这气色。来了，张主任，跟我过来。坐我边上。哎呀，谁放的一箱牛奶啊？这牌子好，你师傅他最爱这个奶，别人送那些洋牌子他喝不惯，还是自家孩子贴心。师娘，我也是顺手买的，怕师傅喝不惯别的。坐下，坐下，到家了还客气什么？人老了手抖，拨不动，帮我拨一个。甜。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，这是林毅，我们科新来的医生，也是我准备收的关门弟子。哎呀，原来是小师弟，真是英雄出少年啊！刚才我就看这小伙子气质不凡，原来是老师的高徒。是啊，这么年轻就被老师看中，前途无量。小师弟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师兄。这些名片不是给我的，是给那个剥好的橘子的，是给张。老师收关门弟子了，这么大的喜事，怎么不通知我一声？老三，不是说今天有台动脉瘤夹断术吗？这么快就下来了？夹住了，缝好了，没出血。这就是关门弟子。老师这辈子眼光光挑剔得很，我还当收了个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，原来也是个满身泥土气的穷小子。哼，师兄好，叫得倒挺顺口。孙军，你的三师兄。孙主任，您是西医神外的权威，怎么会？怎么，觉得我们这种拿手术刀的和中医不沾边？20年前我刚入行，手虽然稳，但不懂神机，是老师教我怎么去看那些看不见的东西。现在我开颅，别的医生看的是解剖结构，我看的是气的走向。刀随气走，必实击虚，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病人术后水肿最轻，并发症最少。西医是气，中医是魂，没魂的刀那是屠夫手里的杀猪刀，不是医生手里的救命刀。行了，别在那儿显摆你那套理论了，坐下吃饭。来，我敬张老一杯。小林医生今天这礼物买的实惠啊！现在年轻人像你这么会日子的不多了，不像我们送礼还要讲究个面子工程，累得慌。总比某些人强。送来的野山参全是胶水拼接的货色，看着贵贵，实则败锈其中。我要是给这种参做病理切片，出来的结果全是造假。孙主任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是找专人。他只要人来了，哪怕带一片树叶子，那也是心意。谁要是觉得他寒酸，那就是打我孙军的脸。小师弟，
以后想进修或者查资料，直接来找我。省中医院的图书馆对你全天开放。还有我，以后要是哪个不开眼的在用药合规上卡你，给我打电话。谢谢各位师兄师姐。刚才那是场面话，现在说点正事。那天在市医院急诊科的直播我看了，烧山火、透骨热，很多人看的是热闹，但我看的是门道。你那一针下去，不仅仅是热，更是一种对神经传导的极致控制。你用银针靠的是指力、捻转频率深浅，从神经外科痛觉传导东路的阻断和兴奋，比我用仪器还要精准。那是气质病所，不管叫气还是叫生物电，能抓老鼠就是好猫。3个月了，西医能用的手段全试过了，但它就像个坏掉的收音机。小师弟，有没有胆子来我那儿看看？明天上午我有空。好，我在神外等你。电梯。怕不怕？怕什么？怕醒不过来，也怕万一醒过来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师兄，你手术台上怕不怕？走，走。换衣服。走。主任。主任，这是会诊。主任，26床的情况您知道 ，GS 评分只有4分，脑干反射极其微弱。昨天的逆电图显示全是弥漫性慢波，基本就是植物生存状态。这种程度的颅脑损伤，神经传导公路都断了。别说扎针，就算是用电极直接刺激皮层，反应也是微乎其微。中医介入，怕是连安慰剂效应都没有。看着，别说话。患者赵小龙，男，26岁，弥漫性轴丝损伤，持续植物乳状态，病机痰蒙清窍，元神闭锁，或痰开凑。酒精棉球，给他。呼吸声。软金头发，看笑祖国，玉镯弄轻纱，空留一盏月色的。心率86，血压117/10，血氧98。粉红霞，才是回家，悠悠风来，买一地桑麻，一身袈裟，把相思放下。是一朵花，待嫁的年华，
凤冠的珍珠，挽进头发，等等，脑电频率变了。这是阿尔法波，这不可能。悠悠风来，买一送马，一声袈裟，把相思放下。十里桃花，待嫁的年华，凤冠的珍珠，挽进头发，看笑浮光。气装力降低了。瞳孔对光反射，有了一点点。路通了，通了，但没完全行。这口痰太深，得慢慢化。每周施针2次，我会来。另外，配合安宫牛羊丸，1次1丸，温水化开，比武给药。只要那口痰化开，就好办了。啊，不要擅自更改治疗方案。是，我知道了。今天这一手漂亮。那帮小子平时傲高的很，今天你算是给他们在脑门上扎了一针。师兄，我也不是为了显摆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救人，但顺便打个脸也不冲突。看我我中的深水，你眼中的烦恼，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。怎知道风风一片草，岁月催人老，风月化了一笑成原谅。我一路飞，路一池青花，蓝雾粉红色。才出回家，有一风来，买一粒送马，一声家人把相思放下。十里桃花，待嫁的年华，凤冠的珍珠，挽进头发，看笑浮光。患者张亮，男，27岁，病毒性心结延期，状态极高概率诱发室颤。兄弟，啊，你说啥？我没病啊，就是最近加班有点困。你脉搏不对，如果你现在感觉胸口像压了块砖头，或者有干呕的感觉，那是爆发性心肌炎的前兆。市医院到了，前面那站就是市医院，走。快救救我孩子！救救我孩子！送抢救室，叫儿科会诊，准备插管。别咬舌头，快把嘴撬开。
住手！你干什么？抢救呢？不能塞压舌棒，这是喉痉挛。压舌棒一旦击肉会幕底部，会诱发2次喉水肿。这一板子下去，他会在你面前活活憋死。你干什么？别耽误救我孙子！这是喉痉挛，不是舌后坠。不想他死，就别动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处理得当，喉痉挛最忌配硬筒，这手法很老道。你是哪个科的？中医科，林毅。后续如果是过敏引起的，建议查个过敏源。刚才只是急救，病根还在。林医生，刚又有3个号是从隔壁王伯那儿退出来的，指明要挂你的号。我看王伯那儿脸黑的都能当墨汁用了。叫号吧。医生，我睡不着，整宿成宿的睁着眼，看了好多地方，安眠药吃了也没用，一停药就更严重。孩子上学压力很大。您怎么知道？我不光是孩子，还要照顾瘫痪的婆婆，我是真的撑不住了。舌头伸出来看看，我给你开个方子，圣虎汤加减，先吃7天。另外，每天晚上9点用艾跳吊这3个穴位：神门、三明川、曹3点，每个穴位5分钟。不用吃药的时候，这个也能帮你睡着。林医生，我看了那么多医生，您是第一个跟我说这些的。回去之后，每天跟自己说一句话：你已经做得够好了。这不是安慰，是治疗。谢谢。我挂的是王博主任的号，凭什么给我转到这儿来？一个年轻中医能看什么？王主任今天临时开会，林医生也很厉害的。厉害！我从3院转过来就是冲着王主任的名号，你们这不是糊弄人吗？哼！你哪里不舒服？说了你听得懂吗？您最近是不是左泻下有胀痛？吃完饭加重，而且大便不成形，一天至少3到4次。你怎么知道？您这个病根在心烦，不是因为吃坏了东西。王主任要是来了，开的也是柴胡疏肝散加减。您要是不信，可以在旁边等着，等他来了问问他。但要是信得过，先去抓药，7天后复诊。那我在旁边等着也行。林医生，您今天看了42个号，隔壁王博看了11个，气得提前下班了。谢谢。林医生，我一直想问，您那手脉诊是怎么练出来的？我见您搭上脉就知道病人什么情况，连检查都不用开。练了1200遍。啊！走了，下班。哦，等等我。
是一朵花，待嫁的年华，皇冠的珍珠，满庭风华，看幸福过，我泪如水。简直是乱弹琴，看100个病人，还不如王博看10个病人给医院量称收多。全开草药，连个 CT 都不开，甚至连本院制剂都不开。这么搞下去，年底科支绩效怎么算？大家的奖金都要被他拉低。陈总，医生吃了你的药，我最近身体好多了。我想在中医科投一笔钱，建个专项实验室，指名给你用，你觉得如何？陈总，好意心领了。我现在就是个住院医，资历太浅，而且暂时也没有什么想要研究的课题。清醒的人不多，行，这个人情我先欠着。大夫，给老爷子开点安神的药，他晚上老闹腾，喊都喊不听。这药吃多久了？就一直吃啊，你就开药就行了。拿去取药吧。小林啊，最近表现不错，但是你这客单价全院倒数第一，药房主任都来找我投诉了，说你的方子太便宜，连煎药费都不够电费，能不能稍微全面一点？比如或者有点开个体检套餐。主任，我是医开病人需要的药，而且我看病也不习惯看西医指标。行。武汉。绝技透天凉熟练度卡制，入门99%，有形无神，缺乏关键心法引导。只有手法，没有心法，就是个死架子。秦老，我想查点资料。年轻医生刷卡只能查近5年的电子版，纸质老病历不对外开放。我想查20年前的中医科手稿。那是文物，想看找院里拿手续。那是9蒸9晒的黄芩水吧？但是这味道不对，有焦糖香，还夹杂着炭火苦气。您这批黄精第7次蒸晒的时候火太急，把糖分烧焦了，喝了是不是嗓子发干，半夜起来喝水？你懂跑制 ，C 区14排，只能看不能带走，不能拍照。谢谢秦老。不对，师傅的字偏圆润，这个签名有棱角，而且名字周围纸张颜色浅，有起毛。看完了吗？年轻人，有些灰尘积得太厚了，别乱扫，扫起来容易迷了眼睛，甚至烂了肺。谢谢秦老提醒，我只是来找个方子的。哼，懂事就好，找完就回去吧。喂，林医生，你在哪儿？快回诊室，出事了！有家属堵了国医堂的门。我马上到。亏你还是专家，开的什么毒药？我爸喝完不到2个小时就吐血了，今天不赔偿100万，就把你们这破牌子砸了。这里是医院，有意走镇定程序，谁敢再动张主任一下，我现在就报警！报警？报啊！我就不信了，帽子叔叔来了就能掩盖你们害死人的事实？鉴定个屁！事实摆在眼前，我爸本来好好的，就是喝了你们的中药才吐血的。你谁呀？别碰我爸！想救你爸就闭嘴。
你看什么看？想打人啊？昨晚给老爷子过生日了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昨晚老爷子62大寿。既然是大寿，肯定没少喝吧？我看这身酒气，至少半斤白的。喝点酒怎么了？过生日高兴喝2杯怎么了？这跟你们开错药有什么关系？肝硬化晚期，10罐胃底静脉重度夸张。张主任写清楚，严禁刺激血管，导致门静脉高压飙升。你爸这满肚子的血，不是药毒出来的，是你这顿大酒灌出来的。我不知道不能喝。再说了，喝点酒哪有那么严重？你是真不知道，还是心存侥幸？你爸是肝硬化，不是感冒。这种病喝个大酒就是自杀。你为了所谓的尽孝，在酒桌上被换斋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这一杯酒下去会要他的命？现在出了事，你想倒爹的不是这几包中药，是你这个大孝子。少在那血口喷人。昨晚是喝了点酒，但我也没敢让他多喝，就抿了一小口，1小口就能喝死人，而且那都是昨晚的事儿了。今天早上喝了你们的药才吐的，这就是药毒性发作，血压70为40，血氧正在掉，不能在这吵了，再不让开人就没了，立刻送急诊抢救室，不许动，想跑去了急诊科那是你们的地盘，你们肯定会毁灭证据，就在这说清楚，让开，全程录像。现在立刻送去急诊，第一时间做胃内容物分析、血乙醇浓度检测。如果胃里检测出中药毒素或者血乙醇浓度在正常范围内，100万我个人给你出。但如果查出来是酒精中毒和饮食不当导致的大出血，你就要负法律责任。敢不敢测？现在如果不测，等酒精代谢完，那就是你故意毁灭证据，也是谋杀。医生都敢赌了，这还能有假？就是不敢测，就是心里有鬼。快让开吧，救人要紧啊！测就测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走。真的就喝了一口，真的是药的问题。节哀吧。谁是家属？看清楚了，血乙醇浓度230，最佳标准是80，致死量是400。但对于一个肝烟化晚期、肝脏解毒功能几乎获疏的病人来说，230就是致死量。这就是你说的抿了一小口。胃内容物分析，抽出暗红色血性液体1500毫升，内含量未消化的食物毒梨残渣，未检测到乌头碱、马尖子等任何中药毒性成分。230的数值，你在拿你爸的命拼酒量。那些没嚼碎的坚果，把本就脆弱的食道静脉划得像筛子一样，高浓度的酒精又让血法凝固。你给你爸喂的不是饭，是刀子。这就是你要的真相。刘强是吧？你涉嫌寻衅滋事和严重扰乱医疗秩序，跟我们走一趟。爸，你帮我说句话呀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是为了孝顺您啊！各位，中医不是书术，也不是神话，它治得了病，但治不了命，更治不了蠢。今日之事，是非公道自在人心，都散了吧，别耽误大家看病。救命！张神医，救命！有鬼！我皮下面有鬼在爬，把他们抓出来！快把他们抓出来啊！按住他，别让他自残！张神医，求求您救救我儿子，他这是招了不干净的东西啊！您是国手，您一定会驱邪，对不对？求您快施法吧！胡闹！这里是公立3甲医院，哪来的鬼神？这是中毒，是脑病，都愣着干什么？用约束带把手脚捆死，把嘴撬开，塞上鸭舌当，按我说的做，先控制住他。林毅，九鸡丁、棉球，在。看清楚了，这套针法戾气重，名为鬼门，实则是开窍醒脑的雷霆手段，平时不可轻用。今日救急，我不讲第2遍。神医，这是驱魔神针啊！那个恶鬼被您扎跑了。什么驱魔神针？都说了，这是医院。
不是神坛。刚才那鬼门13针不假，但那是老祖宗用来治疗癫狂症的，也就是现在的精神分裂、重症脑炎。你看看这血的颜色，这是热毒入血，烧坏了脑子。老太太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为了抱孙子，给你儿子吃了什么生子秘方吗？我没给乱吃，那李健大师给的红丸。哼，红丸里面全是朱砂和铅粉，那是以前炼丹用的毒药，再晚送来半小时，这毒气攻心，大罗神仙也救不回来。手抖，呼吸乱，指力不稳。是一朵花，待嫁的年华，凤冠的珍珠，挽进头发，谈笑风光，玉镯弄轻纱。就是现在。有一盏月色的星，你眼中都看到。一步一言我知道，怎知道浮生一片草，岁月虽如风，岁月化了一笑。有效救治，熟练店加10。如水，如一池青花，淡忘悠悠风雷。火针，只有这个办法了。是年华，待嫁的年华，凤冠的珍珠。肋骨骨折，气血胸，时间不够了。我泪如水，如一池青花，淡忘粉红霞，才梳回家。悠悠风来，来一滴丝，身上花香洒。我泪如水，如一池青花。来了，药效来了！生命体征怎么样？血压回升100分70，心率降下来了94倍分。罗主任，病人的瞳孔回来了，神志转清。老张，这一把你赌赢了。我来帮忙。林毅，罗主任，明天早上的全院大交代，你来做这个病例的补充汇报。我？张主任年纪大了，这种露脸的事儿他懒得去。你是首诊发现毒素来源的，也是你提议用重剂的。虽然你没有执业证，但技术就是技术，去讲讲吧，让那些只会看指南的主任们听听什么是临床思维。谢谢罗主任，不过执业证马上就有了，月末考试。加油！林毅，你怎么样？撑得住吗？没事，老毛病，低血糖。在这次化工厂毒气泄漏事故中，我院中医科不畏艰险，勇于担当。林医生，你怎么不上去？那个化学性肺肝伤明明是你第一个发现的，最后那碗大成粒汤也是你力排众议。